小贝到底怎么样了呢？那个淘气的男孩子用2只手抓着小贝，回到屋子里去。他从床底下拿出一个硬纸的鞋盒子，把里边的小人书倒出去，用红铅笔在盒子的2侧画上窗子和门，还画上车轱辘。这是公共汽车。他拍拍鞋盒子，告诉小妹妹，接着就把鞋盒子扣在小猫咪身上。小贝给扣在鞋盒子里头，觉得很气闷，他叽地叫了一声，用头使劲顶盒子，想出去。他这么一顶，鞋盒子就在地板上移动起来。哈，大汽车开了，大汽车开了！那男孩子一边拍手一边跳，站在一旁的小妹妹也笑了。可是大汽车开了一段路就停住了，因为里边的小贝实在顶不动了，他要歇一下。那淘气鬼不耐烦了，他喊：快开车！盒子还是不动。男孩子生气地掀开盒子，狠狠地打了小贝一个耳光。小贝叽地叫一声，在地板上滚出去好远。小妹妹跑过去，抱起小贝说：别打小猫咪，它多可怜呀。男孩子说：让他给咱们开大汽车多好。小妹妹紧抱着小猫咪不撒手。我要坐真汽车了，不要看小猫咪开大汽车。第2天早晨，小妹妹真的坐上了汽车。她跟奶奶回乡下了，要坐一整天大汽车呢。哥哥还把小猫咪当作礼物送给了她。长途汽车开了好长时间，小妹妹开头觉得很好玩，后来就困了，头歪在靠垫上睡着了。可是小贝没睡，她给装在鞋盒子里，盖上了盖子。虽然盖子上用锥子扎了许多小洞，小贝还是觉得很气闷，他就叽叽不停地叫。有个旅客说：怎么还带只猫？老是叫多讨厌。小妹妹的奶奶陪着笑说：都怪这孩子，我说乡下有的是猫，他非带不可。硬纸盒子从睡着的小妹妹手里滑出来，车里刮过来一股风，把硬纸盒子卷到窗外去了。硬纸盒子在空中翻了2个跟头，落在草丛里。小贝给摔昏了，好半天才醒过来。他觉得周围很安静，盒子也不颠簸了，他一点儿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。他用头去顶盒盖子，可是顶不开，有一条细绳子把盒子拦腰捆着。小贝不知道，他就拼命顶，顶呀顶，一直到累得躺下来喘气。要么是出去，要么是关在这里边，一直到闷死饿死。小贝想出去，所以喘了一会儿，他又爬起来用力顶，顶不动，他就用2条前腿去推侧面的纸壁，不想一只小脚挂在纸壁上。小贝费了好大力气才把这只脚扯下，硬纸盒子也被撕下一条来。这是什么呀？小贝觉得很奇怪，就弯过一只前脚来仔细看。这时他才发现，在他前脚上软软的小肉垫里，有几根弯弯的、尖尖的、硬硬的东西。他一使劲，那些又尖又硬的小钩子就伸了出来。他又看看另外的脚，原来4只脚上都有。小贝试着用这些小钩子去抓硬纸壁，抓牢了，用力一扯，硬纸和呲一声被撕下来一片。小贝高兴起来，他心想：原来我身上还有这么有用的东西，怎么妈妈没告诉我呢？小贝就用2只小爪子轮流抓，纸一片一片掉下来，那地方变薄了。不一会儿，他就在厚厚的纸壁上掏出一个小洞，小洞又给掏成大洞，他终于从洞里钻了出去。外边是蓝得耀眼的天空，还有一眼望不到边的大草原。小贝又回过头去看看那个硬纸盒子，那个凶恶的盒子刚才差点把他闷死，现在又张着黑洞洞的大口，好像要把他再一次吞进去。小贝吓得一头钻进草丛，摇摇晃晃，却又一步不停地跑向远处。